2025年12月上旬，北京顺义突然传出一个震撼消息，北京奔驰这家被视为外资在中国最稳定样板的合资工厂，毫无预警地宣布全面停产，奔驰标志被拆掉，3000多名员工一夜回家待命。社交媒体上一句传言迅速发酵，真正的导火线竟然是党支部书记。这句话就像一颗冰冷的子弹，击中了所有人对外资在中国前景的最后幻想。当我们把镜头从这座工厂拉远，就会发现，北京这座被称为中国帝都，理应扮演经济龙头角色的城市，其实早已出现熄火的迹象。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这股寒意并没有停留在北京，它正在向全国蔓延。随着年关一步步逼近，失业潮正在不可避免地汇聚成两股更直接也更让人窒息的力量，讨薪潮与返乡潮。一场真正的寒冬或许才刚刚开始。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今天我们想来聊一个发生在寒冬里的故事。表面上看，它关乎一辆辆闪亮的奔驰汽车，但真正藏在背后的却是中国经济正在浮现的深层危机。故事要从2025年12月上旬说起。那几天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但顺义区传出的消息比天气还要让人心里一沉。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也就是德国奔驰与中国北汽集团合资成立的那家整车工厂，突然宣布全面停产。而这个消息来得毫无预警，没有过渡，没有铺垫。这家公司是谁，大家都很清楚，它是德国奔驰和中国北汽集团的合资企业，过去一直被视为外资车企在中国最重要也最稳定的据点之一。接下来发生的画面更让人错愕。工厂大门口那个象征100年德国工业荣耀的奔驰3芒星标志被直接拆除，超过3000名员工接到通知，被要求回家待命，不是调岗，不是轮休，而是实打实的停工。整个厂区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现场的气氛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不真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其实很直觉，会以为是不是全球汽车市场不景气，或者新能源车冲击太大，又或者只是奔驰全球裁员计划的一部分。毕竟奔驰在全球裁掉2万人，这件事本来就已经在进行中，但接下来流出的说法却让整件事情完全变了味。根据海外媒体包括 New Talk 和雅虎新闻的报道，真正的导火线并不是市场，而是公司治理问题。中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让党支部书记正式进入董事会，而且不只是象征性参与，而是要拥有实质的投票权，甚至还包括否决权。这个要求在奔驰总部眼中性质非常严重，因为对跨国企业来说，董事会的独立性几乎就是整个公司治理的核心。一旦这个结构被打破，后续影响很可能是全面性的。于是奔驰方面最终做出了一个相当强硬的决定，那就是即便承受高达上百亿人民币的损失，也选择终止合作。目前这些消息主要来自非官方管道，例如 X 平台上的 Talk Room。奔驰官方以及主流西方媒体至今还没有对政治因素做出大规模的公开确认，但这件事已在网络上引发激烈讨论。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一家工厂停产，而是因为它被很多人视为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信心正在快速流失的一个象征。当工厂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那种感觉就像城市经济的脉搏突然少跳了一拍。X 平台上 Talk Room 留下一句话，说得直白而扎心：3000个家庭的饭碗就这样砸了。是啊，这一刀
虽然发生在奔驰全球裁员2万人的背景之下，但落在中国市场时格外沉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圣诞期间，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推出了超级优惠。圣诞节期间，除了享受85折优惠，在美国地区购买红海参可享受以下赠送优惠：购买2盒每盒30条装，或者1盒60条装，赠送1小盒参片；购买4盒每盒30条装，或者2盒每盒60条装，赠送2小盒参片；购买6盒每盒30条装，或者3盒60条装，赠送1根黑参。赠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有一个观众朋友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后他2个月没服用，他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 90% 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 10% 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做成果冻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家人和朋友。在这个充满祝福的季节里，愿健康能陪伴你和家人度过每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红海参修复饮不只是礼物，更是一份心意。祝大家圣诞快乐，新的一年身体强健，精神满满。观众朋友，如果你以为前面那个故事已经够冷了，那恐怕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把镜头拉远来看，北京这座被称为中国帝都，理应扮演经济龙头角色的城市，其实早就开始出现熄火的迹象，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写在宏观口号里，而是一点一滴渗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说到这里，我想先跟你们讲几个北漂的故事，因为这些人的经历就像一面面镜子，清楚地反射出整座城市正在承受的经济疲态。有一位在北京漂了8年的男子，近期在网上发视频吐槽说，他和媳妇、孩子还有年迈的母亲，一家4口长期挤在一个1居室里，母亲只能睡在客厅，房子里塞满了各种生活用品，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他们硬撑了好几年，一直想换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结果就在准备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公司突然裁员了，收入断了，现实直接把门关上了。他最后哽咽表示，现在连家都养不起，觉得真是对不起家人。这样的画面恐怕不需要太多修辞，就已经足够刺痛。如果把视角再放大一点，你会发现，在北京很多服务业的收入早就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外卖小哥、咖啡厅店员一个月3、4千的工资并不少见，可房租、吃饭、交通一扣，几乎什么都剩不下。销售行业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无论是房地产中介、汽车销售还是保险推销，底薪要么极低，要么干脆没有，完全靠提成吃饭。可问题是，现在还有谁买房，谁换车，又有谁主动去买保险呢？市场一冷，业绩就像断崖一样往下掉。就连过去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公务员群体，也开始感受到压力。旅澳法学家袁宏斌爆料说，今年北京市只有海淀区一个区的公务员能够全年正常发放工资，其他各区县在2025年的工资发放情况是所谓的保8增9，
也就是一年只能发放8到9个月的工资。连中共首都的财政状况都已经捉襟见肘到这个程度，那其他省市的处境其实不难想象。如果再看看官方数据，这种矛盾感会更加明显。根据统计，2025年前3季度，北京 GDP 增长 5.5%， 看起来数字并不难看，但同一时间，消费品零售总额却下降了 3.6%， 居民消费价格下降 0.4%， 已经开始触及通缩风险区。官媒的相关报道也提到，投资动能不足，家庭消费明显收缩，钱没有不见，但就是不敢花。这样的压力最直接的反应是在就业市场上。有人在 X 平台抱怨说，以前月薪上万的岗位，现在能给到4-5千就算顶天了，而一旦超过35岁，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是 4.1%， 但很多人的真实感受却是，身边没有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找工作的人却越来越无力。消费能力的下滑也藏不住，现在的北京，很多餐馆到了晚上，座位连1/4都坐不满，整条街亮着灯，却没什么人。一位网友说得很直白，他说，在北京，你得付出12分的努力，才勉强能留下来。可现在，就连830路公交车都没以前那么挤了，早晚高峰的地铁也变得好坐起来，整座城市的感觉慢慢变得像西安、武汉一样空荡。而这股寒意其实并不只停留在北京一座城市，而是正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很多人把它形容为一场正在上演的外企大逃亡。如果你关注最近的消息，你会发现类似的案例几乎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就说最近的一件事，12月14日，索尼精密部件惠州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撤离中国。这不是一家新设的小工厂，而是一座已经运作了整整29年的老厂，直接牵涉3万多名员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有人说，部分老员工拿到了20多万的补偿金，从数字上看似乎不算少，但现场很多人还是红了眼眶，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不只是一份薪水，而是几十年的人生被突然按下了结束键。类似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索尼身上。11月21日，佳能中山工厂宣布停产，员工人数缩减到只剩1400人，而该厂产品外销比例高达 100%。深圳的东芝工厂也进行了相似的调整。这些日资企业的动向看起来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倒下之后，后面跟着一片接一片。外资的撤离对本来就已经低迷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前11个月平均为 5.2%， 表面上似乎仍然维持在一个稳定区间。但如果你把镜头再往下移一点，看清楚就业结构，就会发现真正的压力其实藏在水面之下。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222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又多出43万人。然而，目前的整体就业率只达到大约 60%， 而且这个数字里还包含了大量所谓的灵活就业者，也就是各种极不稳定、临时性质的工作。换句话说，仅仅在2025年，新增加的纯粹意义上的大学生失业人数就已经接近500万人。如果再加上过去3年累积下来的存量，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总人数大约已经达到2000万这个量级。这些年轻人涌入就业市场的时间点，偏偏又撞上经济低迷、外企撤离、本土企业资金紧张的多重压力，能够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小。于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转行去送外卖、开网约车，或者干脆成为所谓的全职儿女，暂时回家啃老，等待下一个机会。
而外资撤离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还不止影响到城市里的白领和年轻人。对大量农民工群体来说，当工厂关闭，订单减少，他们在城市里越来越难找到工作，最终只能选择返回家乡。这也正在形成一波规模性的返乡潮。这些人离开的不只是城市的工位，也是一整段原本以为可以继续向前的生活。而随着年关一步一步逼近，这一波失业潮正在不可避免地汇聚成两股更直接也更让人窒息的力量，那就是讨薪潮与返乡潮。很多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这股寒意。12月，中国多地的建筑工地上，一场场讨薪的风暴几乎同时爆发，像一阵刺骨的北风，吹得人心发凉。北京顺义区的中央别墅区本该是灯火辉煌的高端楼盘，富力首开的惊喜菩提项目却在12月22日那天，工地大门被几十名工人堵得水泄不通。他们站在寒风里，高喊着要回自己的血汗钱。旁边就是那些售价每平米2万多元，总价动辄600-700万的豪宅，却没有一盏灯为他们亮起。差不多同一时间，浙江宁波海曙区高桥镇红星村的社区矛盾调解处来了一群满脸疲惫的工人。他们推开门，一边哽咽一边诉说被拖欠的工资，回不了家的无奈。而在更南方的广东广州，割地家园这个施工总承包工程的工地，同样在12月22日被愤怒的工人围住，他们堵住入口，不让任何人进出，只为要回那几个月没发的工资。湖南长沙望城区的中粮喜悦台工地，场面更为触目惊心。工人们穿着统一的浙江城建反光马甲，却用记号笔在胸前和背后狠狠写下黑心中粮4个大字。这些画面发生在短短几天之内，从北方到南方，从首都周边到沿海省份，几乎同时上演。它们不是孤立的巧合，而是房地产低迷、资金链断裂在年关前集中爆发的缩影。那些曾经在烈日下尘土中挥洒汗水的工人，如今只能用最原始、最无奈的方式追讨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血汗钱。冬天的中国表面平静，底下却是无数家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今年的返乡潮也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往年那种临近过年才出现的过年返乡，而是在距离过年还有整整3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越来越多外出的农民工开始默默收拾行李，提前踏上回家的路。根据大陆地方媒体的报道，湖南衡阳县在2025年过年前后返乡的农民工人数达到 18.3 万人，其中有4万多人在返乡后没有再选择返岗，原因很直接，那就是沿海地区工作岗位减少，工资过低，继续留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相关部门甚至预估，到了2026过年后，返乡后滞留在家乡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11月13日，中共农业农村部在云南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会中特别提出要防止出现农民工大规模性返乡滞乡的情况。这样的描述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不小。事实上，中共官方已经开始针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部署专项行动。一方面，这凸显了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城市失业潮加剧的现实压力，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官方内心真正的恐惧所在。因为一旦这些失去工作、失去收入来源的农民工群体在情绪与生计双重挤压之下产生集体行动，其所形成的力量很可能会迅速扩散，最终演变成难以控制的局面。而这种潜在的风险并不是遥远的假设，它正在随着失业、欠薪与返乡
一步一步逼近现实。观众朋友，您身边有人已经感受到年关前的压力和讨薪的困境吗？面对这场正在逼近的经济寒冬，每一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百姓又该如何自保呢？快在留言区分享您的观点，让我们一起讨论应对之道。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